秦丽真这么说的？奴婢哪里敢扯谎？内务府的人就是这么作践咱们。是委屈你们了。银子不够，我那儿还有一些提己可以拿去填补。再不行，就拿些旧时母家的东西出去抵了吧。宫中哪里不需要用银子？奴婢想着，与其这样艰难看人脸色，主不如与母家商量商量。自己在宫中的难堪自己知道就行了，还要告诉母家，让母家担心吗？奴婢想着，到底是骨肉至亲，就是因为骨肉至亲，我才不想拖累他们。姐姐，我那里还有一点提己钱。不用，这会儿大家都不容易。阿若，留好那些天香卷。姐姐，都腐了呀，留着干嘛呢？扔了吧。既然他们敢送来，留着就会有用处的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可如今没人敢提先主啊。王琴又总在皇上跟前当差，我想说句话也凑不上去啊。可现在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的也只有你了。我想想法子吧。皇上刚从太庙回来，现在也不在，去纯主那儿了。皇上尝尝，这是永平皇庄上送来的杏子，最生津止渴了。好吃吗？太酸了，朕不爱吃。贤妃倒是爱吃酸的，不如臣妾给她送去一盒吧。要送你自己送，不必告诉朕。去见过永璋了吗？永璋这孩子天资不足，都1岁多了还不会说话。皇上，永璋他还小呢，会变聪明的。你得空去瞧瞧他吧，朕回养心殿了。臣妾恭送皇上。皇上的眼里根本没有永璋，半点也不疼爱永璋。主提了贤妃，皇上才恼了的，说的都是气话。我也是瞧着他可怜，谁都不知道贤妃怎么得罪了皇上。您呐，还是别开口了。主，听说皇上去了太庙，已经回宫了。让你找一些旧时的布料给底下人做夏衣，找了吗？奴婢已经找到妃下去了。你的宫里先闹起来，原是我鲁莽，连累了你们。大阿哥那儿呢？主心疼大阿哥，奴婢按照你的吩咐，每隔几日便悄悄送些吃食去，避开了嬷嬷们，给了大阿哥了。臣妾告退。怎么要走啊？臣妾谈完了，该走了。
哦，明日再来吧。臣妾的琵琶并不吸引皇上，不如明日请贵妃娘娘来弹奏吧。你弹琵琶的时候，朕还能安静一会儿；贵妃在，有时朕觉得聒噪得很。你就先回去吧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什么茶，味道如此奇怪？皇后娘娘吩咐了，天气热起来了，给皇上备的是降火的麦冬茶。皇后有心了，既是避暑，给各宫都发放下去吧。那奴才就得问一声内务府了，若是不足，少不得哪个宫里先短着。哪些宫里东西会不足啊？皇上，宫里拜高踩低的人多了，内务府办事儿一向都是紧着得宠的主子们来，其他的难免短些。若是碰上谁失宠了，那就顾不上了。你倒是实诚。奴才也是在奴才堆里混出来的，见惯了失势的人被欺负，不论宫女太监，就连嫔妃们也都一样。一夕得宠，最后被皇帝抛诸脑后，视为羞耻的女子，最为凄凉。白头宫女最凄凉。是啊，所以如意会体会那人的处境，明白朕的心情，才会向朕提出那样的提议。许是因为景仁宫也是如此遭遇，贤妃娘娘有此启笔。李煜啊，明儿一早，朕去慈宁宫请安。这主儿，这一季的衣裳首饰，内务府都没置办，咱们就用以前这些旧的吧。主儿，奴才刚才在外头长街上碰到李煜，他正要去传旨呢。什么事？皇上禀明了太后，要替先帝留下的太妃们加以封赏。说仔细些。皇上从太庙回来后，伤感得很，今日去给太后请安，皇上便说未曾好好尽孝道，太后宽慰了皇上几句，皇上便说要以天下养太后，又增加了寿康宫太妃、太嫔们的月银份礼。另外，皇上还想追封先帝已故的嫔妃，一律迁往妃陵，与先帝作伴。这是皇上的孝心，太后自然会答应的。主远见，太后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皇上已经下旨，凡是在圆明园和热河行宫伺候过先帝的女子，无论位分，但凡先去了的，一律追封为太嫔，迁入太陵的妃陵陪葬。这是好事儿，你去吧。这小心，皇上真的这么做了。这么多年，皇上一直避讳着自己的身世，可他还不是如常人一般记挂着自己的生母。是啊，有了追封，到底是有了名分，即便不能提生母一事，皇上也是有安慰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伴着皇上，皇上的心事也是我的心事。现在听到这份旨意，真是高兴。主儿，皇上听了您的劝，您就要复宠了。太后，皇上的旨意传遍了六宫，您觉着？皇帝说要后养哀家尽孝，要增添寿康宫，
那些太妃们的奋力，还要追封受过先帝恩眷的嫔妃们。拐着弯儿，不过是为了李金贵的一点死后哀荣。贤妃骤然失宠，怕就是提了追封之事。却不想，皇帝最要脸面，哪肯承认这种丑事？可皇上最终还是听了贤妃的。不管怎样，皇帝永远都不敢名正言顺地提起自己的身世。皇帝要安慰自己的孝心，要尽一点自己的心意，不过是要追封一个太嫔，哀家成全他。可是贤妃，皇上听了贤妃的，怕是要复宠。无论失宠得宠，她总是后宫女人的眼中钉，以后总会有人搓磨为难她。咱们让她得点教训，无需理会。所以说呀，这个贤妃认不清后宫真正的主子是谁，却一味地讨好皇上，失了您的欢心，真是不上算。皇上还是没有来。你问过李煜了吗？问了，他说皇上一如往日，并无异样，他也实在说不出什么缘故。到灵轸门了。是，过了灵轸门就是永和宫，梅常在永和宫候着皇上呢。那灵轸门旁边是景仁宫和延禧宫。走吧。今儿个你倒是有心啊，带朕来上书房。臣妾听说前几日大阿哥身体不好，所以想请皇上陪臣妾一块来看看大阿哥。曰江河，曰怀济。皇上，看来惠贵妃娘娘是真喜欢大阿哥呀。是啊，皇上，臣妾就是想养着大阿哥，从春天一直求到夏天，您都未给臣妾一个准信儿。先去看看永皇吧。是。皇上驾到！四民，国之良。请皇阿玛、惠娘娘安。都起来吧。大阿哥怎么见瘦了？皇上，你看大阿哥瘦的，还穿着这么单薄的衣裳。如今天虽然热起来了，可早晚还是凉的，要多穿点啊。惠娘娘给你带了最喜欢吃的芙蓉酥，想不想尝一尝？莫心，快来，快尝尝。永皇啊，先别顾着吃，给皇阿玛写几个字瞧瞧。永皇，皇阿玛记得你平日对糕点不过耳，为何今日盯着糕点不放呢？儿臣知错，儿臣在写。写完了再吃啊。呀，大哥的手是怎么了？怎么伤着了？这袖子也脏兮兮的。皇上，你看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伺候的？大阿哥，方才不是让您换下里头的衣裳了吗？你怎么还穿着呀？您是上哪儿淘气去了？怎么伤成这样啊？混账！奴婢知罪。来，皇阿玛瞧瞧。请贤妃娘娘海常在安。传皇上口谕。
皇上请贤妃娘娘速往长春宫。是。姐姐，不会又有什么事儿吧？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，放心吧。上次就是皇上就会取笑臣妾，取笑你又如何？皇上，贤妃娘娘到了。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贵妃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坐。皇上。今儿个，朕急着叫你们来皇后的宫里，是有一件事情要同你们商量。朕去查问永皇的功课，谁知啊，朕才命他写几个字，他却盯着贵妃手中的糕点去了。永皇虽是大阿哥，可他毕竟是个孩子。皇上切勿怪罪，之后让师傅好生管教着便是。朕原本啊也是这么想，但朕看他手臂上有几道伤，这底下伺候的人一个也没发现。可不是嘛，照顾大阿哥的那些嬷嬷们也太不小心了，天天为大阿哥换衣裳，竟看不见他手臂上的伤痕，要么就是太粗心了，要么那些衣裳就不是他们为大阿哥换的。臣妾看见大阿哥手臂上的伤，臣妾也心疼的。贵妃的话没错，这永皇身上新换的衣裳都是临时套上去的，这旧的衣裳都有3、4日没洗过了，里面啊都好多油渍了。是臣妾不好，永皇身边的嬷嬷是新补上来的，必定是这些新来的奴才疏忽懒惰了，臣妾必定责罚他们。这底下的奴才，朕会亲自发落。你也不是不用心，只是底下的人欺负永皇没有额娘罢了。所以，朕在想着，要给永皇找一个养母来照顾他。皇上，您就把永皇交给臣妾抚养吧，臣妾一定细心照料大阿哥。贤妃可有这样的心思？皇上若放心将永皇交给臣妾，臣妾欣喜万分。其实，臣妾好歹生养过，皇上若是放心的话。好了，朕知道你们都喜欢孩子，可是孩子也得与你们投缘才行啊。所以朕呢，叫人把永皇带了过来，谁做他的额娘，让他自己决定。王钦，奴才在。带永皇过来。这。见过各位娘娘。永皇，来。告诉皇阿玛，你愿意谁做你的额娘啊？皇阿玛，儿臣有额娘，儿臣的额娘是皇阿玛的哲妃。皇阿玛知道，谁也取代不了你的额娘。皇阿玛只是想找个人照顾你，像你额娘一般疼你罢了。选吧。永皇，到惠娘娘这儿来。永皇，惠娘娘这儿有好吃的点心，快过来。惠娘娘，儿臣不饿。贤娘娘。永皇，你的意思是你要贤娘娘做你的额娘，而不要惠娘娘手中的糕点是吗？嗯，
儿臣不饿，儿臣要邢娘娘做儿臣的额娘。好，这母子啊是前世缘。贤妃，这是你的孩子了。皇上，方才我们俩好了，贵妃，你身子不好，孩子顽皮，你也受不住。再说了，贤妃也比较清闲，永皇交由她照顾，这样也好。贤妃啊，你可得好生照顾永皇啊。皇上将永皇交给臣妾抚养，是臣妾的福气，臣妾定不会辜负皇上的期许。谢皇上隆恩。儿臣谢皇阿玛。好，起来吧。求了皇上那么多次，眼见终于要成事儿了，没想到竟便宜了贤妃。珠儿，别生气了。贤妃不得宠，大阿哥迟早看明白，会知道跟着你有多大的好处的。原本我跟贤妃都没孩子，如今她骤然得子，还是长子，岂不是要越过我去？哼！我一定要把永皇给抢过来。娘娘小心，去协芳殿，狠狠掌那帮奴才的嘴！连大阿哥都照顾不好，惹出这样的事端，娘娘息怒。永皇受委屈，皇上难免要责怪我这个做嫡母的不上心。本宫是不喜欢哲妃，也不喜欢永皇好胜，可本宫自问，尽到了嫡母的职责，并没亏待她分毫。都是奴才们不是，坏了娘娘的好意。可是娘娘，大阿哥没娘的时候就仗着长子的身份想要拔尖，如今跟了贤妃，岂非心更大了？皇上明明冷落了贤妃，为什么要把永皇给了她？莫非大阿哥与贤妃早有勾结，所以才故意与她亲近？会有这样的事？奴婢也是揣测。贤妃一直膝下无子，如今收养了大阿哥，不就像当年太后收养皇上一样，可以母凭子贵？难道她才算计本宫的皇后之位？贤妃当年差点当了嫡福晋，她岂有不记恨您之理？如今得了大阿哥，只怕还要算计二阿哥的太子之位呢。谁也不能算计本宫的儿子。贤妃失宠多日，还能得个皇子，还是皇长子，这番心计，谁人能及？是本宫轻视了他。本宫原本以为他没了景仁宫就翻不出天去，可如今永皇已经去了延禧宫，还来得及。伺候大阿哥的那些奴才们是要发落，但要紧的奶娘乳母还是要跟过去的，咱们好歹还能得些消息。素莲，你快些去。娘娘放心，一切自有奴婢，您无需劳心。奴婢去了。